32票。来，有请反方一辩，小陆。刚才教主跟我们说的意思是，如果你们作为各位家长在群里看到有人开始吹老师的时候，其他的家长也要围过来吹他。你那么喜欢被吹，你是个唢呐吗？家长群大家都在跟风吹捧老师，我要不要跟风？当然不要跟风，因为跟风这个事情，任何时候轮到你跟风，说明风口已经过去了。你怎么跟风都是一场空呀，没有什么意义啊！而且吹捧这个东西绝对不是一个好词，你们不要被教主骗过去了啊！你看吹捧的意思是什么？言过其实的恭维。如果吹捧是一个好词，那么我们平时看到的文字就应该是这样的。米未领导对奇葩说开展的工作进行了高度吹捧，对吧？徐霞客游记记录了中国的地质地貌，并吹捧了祖国的大好河山。吹捧绝对不是一个好词儿啊！那我为什么要说我们绝对不要再跟风吹捧呢？首先是吹捧这个东西啊，对老师不好。除了像教主这样，其他的这些朴实无华的人民教师是，他们没有这么爱慕虚荣，想听你们的吹捧。真的，他们很辛苦。老师休息的时候，给他好好休息的时间，不是一回到家打开手机看到成百上千条信息艾特他，让他以为他在网上被通缉了。其次，为什么不要跟风吹捧？因为跟风吹捧这个事情对家长和对孩子也不好。我们试想一下，你作为一个家长，连吹捧你都要抄作业，你还有脸让你孩子别抄作业吗？哎，这个好。还有，你一顿吹捧猛如虎，一看孩子分数55，你是不是也会担心这是老师对你虚伪吹捧的羞辱啊？再换一种情况啊，你劈头盖脸给老师1个学期的吹捧，到了期末考试一看孩子的成绩，作文考了个 A， 你是不是也会怀疑这个 A 到底是我的孩子考出来的，还是我吹出来的？我的孩子到底应该叫我父亲，还是叫我夸父？什么可保护这是？还有很多人觉得怕我不跟风会影响孩子的发展，但朋友们，跟风啊，刚才教主也说了，复制粘贴。你真的以为你复制粘贴的中关村小学王婷老师是最美乡村女教师，海淀区刘诗诗这句话真的能让你的孩子上清华吗？不可能，没有用的。这个就完全是你的自我陶醉、自我安慰啊！每个家长觉得，哎，我这么发完，觉得，哎呀，我今天为孩子的这个教育啊，浪费了24KB 的流量啊！哎呀，孩子的前途肯定被我吹得锃光瓦亮啊！不然以后我就要怪这个老师。你很轻易的就卸下了自己对孩子的教育的这种心理负担，这不是一个家长该有的担当啊！而且我们说跟风吹这个事情，对孩子真正的教育，你是既治不了标，也治不了本啊！因为你想，咱们这辈子啊，你真的以为老师是对孩子的发展影响最大的人吗？不是，这辈子对孩子发展影响最大的人是谁？孩子。你那些时间精力，与其用来敷衍的吹捧老师，还不如真的好好的花一点时间，好好跟孩子沟通，鼓励他，对吧？让孩子形成足够的自信，这才是孩子以后行走江湖最重要的保护壳。这个孩子在以后不管遇到任何的对他的贬低、羞辱，说你不行，这个孩子都会自信的像鲁豫一样。真的吗？我不信。我们不吹捧老师，不代表我们不肯定老师，对吧？肯定是有一些老师做得很好，就是教书育人都好到你无法抑制住自己内心真心实意的赞美。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应怎么办呢？不要跟风吹捧，而是要别出心裁的真心赞美。文学上关于夸奖人有一个手法，就是你要在夸奖之前呢先贬义一下，叫什么？易烊千玺哦不，欲扬先抑啊！欲扬先抑，在家长群里大家都跟风吹捧的时候，你要抑制住自己的赞美，因为你想想，晚上8点，几百条信息，老师知道谁是谁发的呀？这个时候你跟风吹捧的千篇一律，不如沉默的别具一格，对吧？什么时候吹捧？我们不要跟风吹捧，我们要错峰赞美，反季节夸。教师节按兵不动，植树节大张旗。大家想想，凌晨3点，老师批改完作业，困了累了，颈椎病犯了的时候，你突如其来猝不及防给老师发过去一条信息啊，沈老师深夜工作辛苦了，我的孩子有您这样的老师，作为家长我感到很幸运。老师这个时候他能说什么？他只能说 It is such a big surprise。老
师只能激动地拍了拍你，然后发现你的微信后缀是王一涵的妈妈说：“老南山小学5年级2班班主任沈志平老师，您辛苦了。”天哪，这个时候老师一定感动的想连夜上门辅导你孩子。而且你为什么要在群聊里跟风夸呀？去探探上匹配上老师，给他一顿爱的供养，美的赞赏。啊，实在不过瘾，还可以给他写首诗，对吧？写本书啊，拍部电影，实在不够过瘾，可以把老师的名字纹在你身上，绣在你们家枕头上。以上夸法啊，版权开放，大家拿走不谢啊！希望大家不要像对方一样，在那个群里跟这个廉价的风吹那个劣质的捧。谢谢大家。非常好，非常好，非。iQIYI,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